看来他们走了。那个杨参谋长，你说底下这么深，老胡他会……别胡说八道，老胡跟你什么事没有啊？走，下去看看。啊，小心点。好。我下去找找。胖小心点儿！来！老虎！大老虎！别想害死我！你没事吗？哎，别跑我！快上来！快！抢走我！快！哎，老胡，要我说你就是福大命大造化的。你要真想死啊，阎王爷都不带收你的。哼！我都懒得说你。我这好容易逃过一劫，差点没让你砸死，我找谁说理去啊？这你怪我吗？啊，你这刚一露头，我都飞半空中了，我想刹车我都刹得了啊！嘿，我说你们俩聊什么呢？也不知道洞里那些人怎么样了啊。死了几个村民，村长的儿子也不知道生死。就那大虫子，我们几个能逃出来，那就不容易了，是吧？哎，你说那帮村民也是，他们干嘛死活非追着他们啊？图什么呀？这是，他们至于吗？现在倒好啊。不过，终归还是怪那大虫子，忒狠了，那仆人也不知道谁养的。从葫芦洞的太古蝶生岩层来看，它应该是三叠纪时代的几丁质壳类的多细胞底栖昆虫，可能是玉狼长虫，又叫霍氏不死虫。哎，不死虫，对，那玩意儿整不死，是吧？你都炸成那样了，它还抽抽呢，是不是？这种昆虫非常的独特，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它的祖先应该可以追溯到几亿年前的寒武纪。至于它的灭亡，应该和大气层中氧气含量跳楼式的变化有关。也不知道这只在虫鞘里面繁衍到第几代了。它的呼吸系统居然适应了现在大气中氧气的浓度。也许和葫芦洞中独特的结构有关，也许是因为某种特殊的植物或者食物。而且这霍氏不死虫怎么会戴着献王祭祀的黄金面具？就算它所吐出的红雾没毒，它那又到底是啥？哎，你们说这虫子会不会是那献王弄的那藤树？你来一下。怎么了？
哎，你们还记得那个棺材盖上刻的那个镇灵图吗？那画的跟这个简直是一模一样哎。这是献王的宫殿。献王居然真的把房子盖到了天上。 小心！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啊！小心啊！好，哎，小心！累死我了！哎，真是。多小心点啊！就住这么排场的宫殿啊，这里多腐败！这不是给活人住的。这应该是皇陵明楼。 山入云，重入神穴，负压百里，隔天地之，这些都暗合了灵异的风水之术。真没想到，一个边陲小王就能把自己的灵物带到与世隔绝的风水院下，而且阳气十足，保存的还是完好。看来真把你想强了点些。话虽如此。
万人法则一人上。这献王在这悬崖峭壁之上修建一座如此宏大的宫殿，这得花费多少财力，害死多少百姓？我们下去看看，都小心着点。这上面写的什么呀？啊？玄机有玄，众妙之门。凌云天宫会仙宝殿。会仙？会成仙？要我说，这献王老头就是想当神仙想疯了啊！他以为在这悬崖上盖这么一宫殿就能把神仙给招来。不过红爷，咱这把到底是干着了，咱也想做一把当神仙的人。也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木尘可行。这宫殿是古代墓葬的结构，贸然闯入，我担心不会不好交代。可是木尘都事关身家性命，什么叫会有人脉人士？咱们救命不可能。对呀，咱们赶紧进去，没准献王给咱回两根香料。哎，妹妹，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找到献王墓，那就是重大考验的事情。那没准祖上还能给咱点奖励。哎，你这兄弟啊，真是死性不改。小心点。我说跟着老组长去抓人，你非要留下来看守。这个地方多吓人！你认得什么？那3个刀子手里有枪，万一和他们发生了争执，那枪子可不长眼睛。还是再吃点安全。话是这么说，可我总觉得这个地方有点不对劲。你看那后里的红雾，咋个也都消失了？你不要一紧张呢。那大虫子死了，红雾自然就散了。这门怎么打不开啊？啊！这石门是锁死的。这门后有防盗等的装置，应该是可以滑动的石栓。一般皇陵都用这种办法防范魔镜小为。这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吗？哎，孙殿英当年到东陵开慈禧墓的时候，就是拿炮给它炸开的。要我说，咱们也拿炸药把这门崩开吧。孙殿英是土匪出身，你能跟他学吗？再说这是文物，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暴力破门。那你说怎么办啊？合着咱不能挨着耗着呀？哎，老胡，这镇墓的石兽一般都是左右对称一模一样的，怎么这里不同呢？这看着像是一龙和一虎。不是，你怎么看出是一龙一虎的？哎，老胡，你看这上面有俩眼儿，哎，应该是扫孔。一龙一虎。
这还能分担呢？胖子啊，泡个饭。瞎猜啊，顺便走。哎，老胡，你说这些雕像他们干嘛做成这样啊？什么意思呀？13陵的明楼里面可没这个啊，太奇怪了，这也。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朝代不同，所以形式有异，但其宗旨都是一样的，追求的都是视死如视生，就是死了，也不愿放弃这至高无上的权利。哎，老胡，你感没感觉到这里面有那么一股子阴气啊？你丫那是冻的，这山上本来就冷，别跟这一惊一乍的啊！哎，老胡，你看这边。哎，老胡，你过来看看，哎，这有一香炉，哎，铜的吧？啊？哇，哎，就这做工，这应该算是绝世精品级的吧？真给把老金拉着开开眼，哎，就跟这一比，潘家园那都破烂了。哎呀，你说咱要把这个给抬回去，我就痛快嘴，哈哈。哟，不动，不动。
走，我走，醒醒！后里边好像有动静。阿强，不是的。 吓死我你！大种子早就死啊！要是有什么怪物，那不早出来都给。这滇国是西南遗地，王墓就已经这么大的排场，这要是唐宗汉武的大墓，宝物都是以数千吨的单位来计算的，只是很多都已经被破坏了。不是所有的王墓都有这先王墓这么气派。秦汉时期，求仙炼丹之风盛行，看来这献王老儿就没为后人做打算，一生的追求就是希望自己死后能够埋在这龙云里。 妄想得道成仙，来者何人？见到本王因何不过呀？哇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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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哈哈哈！嘛呢？这龙椅是你丫随便做的吧？什么龙椅啊，老胡？你看这就是俩蛇，这顶多算蛇椅。哎呀，不都说想当皇上吗？是吧？胖爷我也体验一把。 其实这坐着不舒服的，忒硬，硌屁。哎呀，这东西真是好东西，就是忒大，真带不走。想带走也得拆，那问题是咱没趁手家伙，是吧？拿牙咬啊！哎，可我哪像？哎，不是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老胡，胖子，过来看。 哎，看出什么来了？我看出来了。我跟你说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壁画是先王留下来的。那赶快带出去。不是，那你们说这上面画的什么呀？这上面记录的是滇国的历史和一些与请天机、占卜、行巫有关的祭礼活动。 那这画的也一般呢。哎，杨参谋长，就刚才那蛇椅后面也有2幅画，画的比这热闹，要不咱过去看看去？啊，来，你们看，那边还一个呢。你说这俩画的是什么呢？怎么跟门神似的？ 哎，杨参谋长，你过来看看，哎，这上面有字儿啊！
这古篆文大概的意思是说，木尘珠是地母所化的凤凰胆，相传可助人成仙。秦朝末年，此珠落于献王手中。汉天子得知后，派使者索要，献王不舍得献宝，便带人从古天湖分离了出来，迁至滇西，耗费数十万人修建献王墓，以图升仙。那怎么说，这木尘珠真的在献王手里了哈？哎，看看上面。这献王带的王冠中间镶嵌的应该就是木尘珠吧？看来这珠子很有可能被献王带进这里了。得嘞，只要我们能仔细找找，就一定能找到木尘珠了。查克拉玛族找了木尘珠上千年，也没找到他们的下落。我父亲更是为了救我和我母亲，奔波了一辈子。看来，他老人家是找对了方向了。可惜，只差一步之遥。要咱们，有些事咱们左右不了。咱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找到木尘珠，完成你父亲的遗愿。相信他泉下有知，会为你感到高兴的。胖子，又跑哪儿去了？胖子，胖子，什么呢？他那忙忙叨叨的，别瞎跑啊！我这不找珠子呢吗？别费那劲了，这是献王的明楼，珠子不会放在这种地方。不在这儿，那在哪儿啊？一般来讲呢，这王墓的明楼附近会有地宫的建筑。哎，杨太保，你刚才在壁画上有发现地宫的线索吗？壁画上的信息量非常大，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什么事儿？都听见了吗？这是什么事儿？像是女人的笑声。不是女人，是女鬼。她进来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我这后脖梗子一直发凉来着。是人是鬼，先弄清楚再说。小心着点啊！妈呀，老胡，你吓我这一跳！害怕了？你丫这胆儿怎么越来越小？谁害怕了？哎，我跟你说，哎，胖爷，我现在还盼着那女鬼出来呢，让我看看她长得俊不俊。这是说什么来什么？嗨，那女鬼，有种你出来，别躲在暗处吓唬人！嘿，胖
胖有我这暴脾气，你。应该是这儿。我去，女鬼！这看着像个人形布偶。布偶？这上面挂一布偶干嘛呀？这应该是先王为了修道成仙做的某种仪式。这看着像是少数民族的闪婆，又像是个祭司，太奇怪了。这声音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祭司啊？哎，那这祭司跟那大祭司差不多吧？哎，那大祭司身上的陪葬可真不赖呀！这上面好东西肯定少不了。嘿，这一惊一乍的，我要不上去看看得了？要有毛病，一把火烧了。别，不用你去啊，我上去，我给他烧了。哎，不是，大胖子啊，你不是恐高吗？对啊，谁恐高啊？胖爷，我这是赶上9天揽月，赶下5洋捉鳖的主，我能恐高这？哎，啊，无利不起早，你还憋什么坏呢？没，这老辈儿也曾经教导我们说啊，真打起来就得敢于跟对方拼命，是吧？我这纯我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们帮我看着点啊！行，有事喊我一嗓子。得嘞，我帮你扫一梭子上去。哎，你扫的时候你留点神啊，别把我扫开。我去，够高的。胖子小心啊！还挺利索。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胖子，上去了吧？上来了。慢着点啊！哎，我知道。哎，有任何不对，拿火给他点了啊！哎，没问题。大姐，咱俩往日无冤，今日无仇的。我是看你在这待了好几千年了，我帮你松快松快，我这算是学了做好事。你，怎么又笑了？你是高兴是怎么着？老胡，你听，把灯关了。这帮人怎么跟这儿了？胖子，把灯关了。哦，怎么了？我去，他怎么追这儿来了？这阴魂不散呢，这是。哎，那玩意儿烧了没有？烧了，什么都没有，白上去一趟啊。老胡，这可怎么办呀？
得吧。他们认为好主张。什么？兄弟们，不要让他们跑了！我的兄弟！什么？把他们救出来！那得很好。主子，他们三个太狡猾了。别躲了！你们那个胖子已经抓住了，老胡，你别听他们的，藏好了别出来。你，哎，怎么着想吓唬我？告诉你，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老胡别出来！哎，老胡，不让你躲着你们。你们怎么那么不知好赖？你们帮我们干什么呀？啊？干什么？就是因为你们贪图我们的宝藏，满脑子想来寻宝，我堂哥才会为了保护宝藏牺牲了性命。他还那个年纪，我们族长就那个一个儿子，你们也不想想，这龙寨的宝藏是你们想拿就能拿的吗？族长，我们真的是来找救命的东西的。你想想，这么危险的地方，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会愿意来？你们嘴巴里面说出来那些话，有哪句是可信的？族长，
洞里的事真的很抱歉，我们不是有意冒犯，我们真的是来找药的。到了这个地步，你以为我还会在乎你们来干什么呢吗？这里是我们族人自治的地方，山神保佑我们世世代代。他们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明明就是盗贼！今天我要用你们的血来祭拜山神，以求得他们的安宁。大爷，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这是封建迷信，你怎么就不信呢？组长，你想好了再说话。恐惧还管得你干？组长，我们不能杀人，不管咋个，杀人都是不对的。这我是被那个官府所害，不是他们杀的。是的，难道我们真的要杀人干？组长，要是真的杀了个人，会不会把我们抓起来呀？你们觉得杀人不对个啥？太残忍了！那我死磕的弟兄呢？他们不死啊！要不是他们3个人，他们可会死。会客以后，我咋会带他们家人？全族的人咋会说？啊！等会儿，既然如此，你们能让我先上个厕所吗？我憋不住了。昂子，我真憋不住了。我。你
没事，侯爷，少爷我准着呢。快我去！ 我去！哎你妈呀！我想回家，我们还能会个吗？
你们都要活着出个！或许，可能跟这洞里有放射性的矿石有关，导致这些虫子迅速变异。但是有一点我没有弄明白，这些虫子应该是寄生在那些死漂的肚子里，怎么就突然跑出来了？应该是跟咱们打死那只大虫子有关系。确实有这种可能性。那就麻烦了。葫芦洞里还有很多的死漂。 如果这些玩意儿都从那些死漂肚子里爬出来，等回去的路上可够咱喝一壶的。而且葫芦洞跟这个大殿肯定有某些暗道，不然不会爬出来这么多。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吧。哎呀，可是这献王的地宫到底在哪儿啊？ 哎，老胡，你往底下看什么呢？啊？不是，你赶紧想想啊，那献王地宫到底在哪儿啊？这阴阳风水里有记载：未看山，先看水。有山无水，修寻地。山和水本是阴阳一对，有山无水，不能称其为龙脉。既是山随水转，阴阳相依，两山加一水，山水汇，即龙池。所以在我看来， 这个地方刚好是两山加一水的天子穴格局。这献王老儿的地宫，应该就在这深潭之下。深潭里？不可能吧？那潭里是水啊！那木要是在水里边，不就给淹了吗？我突然想起个事儿。之前我掉下去往回游的时候，无意中在潭下深处发现一个洞。 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但没往多了想。现在站在这高处，再结合16字阴阳风水秘术的解析，我感觉这地宫的入口应该就是那个洞。你有把握吗？没有。咱们什么时候有过十足的把握才出手的呀？这叫做在斗争中学习斗争。 对，这古人曾经讲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咱不能让献王老人的诡计把他压倒了。要我说，咱真得下去看看去。啊，横竖都得试一下。对，必须试试这个。
那他们怎么办呀？我担心，如果让他们自己回去，葫芦洞那里还有很多的死票。你是说让他们等咱们出来一块儿走啊？他们也是因为我们才来到虫谷的。组长临死的时候，唯一的遗愿，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活着出去。我知道了。嘛呢？没干嘛。你嘀咕什么呢？我刚才说话了吗？没有。走吧。大家都不要担心，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一定能活得回去。阿达，我们得继续找药，事关生死。如果找不到药，到了还是个死。就你们3个，个男性啊，不要我来帮忙。怎么样？那个叫扎龙的说他们自己回去不安全，坚持要跟咱们走。哎，这胖子有点不对劲儿啊，总是莫名其妙的自言自语。你去看看。是吗？他中什么邪了？累傻了吧？哎，干嘛呢？你干嘛呀？你吓我这一跳！哟，你还胆那么肥，还能吓你一跳啊？我问你，就你烧那布偶里边到底什么名堂？没什么名堂，就一布偶上套一面具，完了再糊一头套，里面我都看了，什么都没有。不过那玩意儿，反正离近了看是挺瘆人。那他怎么会笑呢？会笑啊？我觉得应该是他肚子里有个响哨什么的。你先忙吧。怎么了这是？吃咸了这齁着。老黄，我怎么觉得胖子还是有点不对劲儿？是啊，还不放心呢？这事儿简单啊，试一下不就得了？哎，转过去。干嘛呀？叫你转过去，怎么不听话呀？哎，我把你吃饱了撑的吧你往我身上撒什么米呀你？哎，你还不会觉得我让鬼上身了吧？不是，刚才你不是碰了那邪性的木偶吗？那玩意儿晦气重，我是帮你驱晦气，别好心当成一块肥啊！没走。
以后少信这些歪门邪道的。我告诉你啊，这祖师爷留下的东西是有他的道理的。看来胖子没事，放心了吧？哎，不是，这怎么还成我的不是了？回来。间黑气贯穿相连，谓之为黑珠过天河。在天星秘术中，称其为雨后泛境。大家不用担心，这只是正常的天气变化，有可能一会儿会下场大雨吧。我记得《青竹第7论》里说过。黑珠渡河，则必诸此地有古石作祟，是以湿气有阴重阳。看来咱们是来对地方了。那你们就在岸边休息吧，啊！傅大哥，真不用跟你们一起去干？不用了，放心吧。阿达，照顾好你的族人和你自己。嗯。万一晚上我们没回来的话，你们就带上这些家伙先回去吧，啊！晚上如果你们不回来，我就下去找你们了。不用，水下不是你们能去的地方，啊！之前我掉下去的时候啊，对下面的地形大概了解了一下。那个洞口应该是从咱们现在这个位置向左偏20度的方向，距离不是很远。这水下会是墓道吗？如果整个地宫都被水淹没了，咱可没带氧气筒啊！这在水里根本就坚持不了多久。我猜这个献王墓应该不是平面直不推进的那种，要么是回字形，要么就是井字形。就算是墓道里面进了水，地宫也是处于一个绝对封闭的环境。甘愿吗？
赶紧上来啊，别磨磨唧唧的。保存的还不错，这些石像也应该起到了一定的震慑性作用。走，去那边看看。老胡，你说他是如何在水下修建这么大一所宫殿的？这也太匪夷所思了。我猜应该是在施工之前先截漏了虫谷的大小水脉，然后再从潭底下往山里挖。这工程可够大的。胖子，你干嘛呢？嘿，胖子，有病吧你？嘛呢？胖子！胖子！你们俩怎么回事？胖子！胖子！老黄，这胖子是怎么回事？从天空出来的地方不对劲儿啊！十有八九是着了那不老的大雾。这什么呀？这好像车骨玉。玉？不会是鬼上身吧？别他妈鬼笑了行不行？我告诉你，我可带着桃木钉呢，胖子。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他好像控制不了自己。这怎么回事啊？这孙子又顺手牵羊啊！我不都告诉过你，不是什么都能随便拿的吗？啊，杨大宝，你看看这玉石到底什么玩意儿？老胡！小心点儿！胖子，你别躲来躲去的，赶紧给我出来！你听好了，组织上对失足青年的政策一向都是宽大处理，只要你肯站出来，你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听见没有？王海泉，给我出来！我去，这还真中邪了！你怎么什么都敢啃啊？我怕毒死你！哎！胖子！
真是魔怔了，逮什么咬什么。哎，幸亏没咬了你杨参谋，要不然可便宜他了。合着您是担心这事儿吗？哎，这到底什么玩意儿？这是一种特殊的玉石，但是我估计啊，这上面被下了蛊了。胖子的发疯应该跟这有关系。那他就是活该啊！叫他顺手牵羊，他就应该有这么惨痛的教训。来之前我查过一些资料，古滇国有一种蛇蛊，可以迷幻人的心智，控制人的声带。这胖子啊，估计就是中了这种蛇蛊。这蛇蛊其实就是一种可以让人致幻的药物。明白了。哎呦！哎，这给我摔得够呛。干嘛呀？陈瞎子说过，这人要是中了邪啊，就得大嘴巴抡。我给他抡醒了。哎，先别说您这土方子能不能管用，您就是能把他抡醒，能帮他解蛊吗？解蛊？那你有什么办法？什么玩意儿？这是北地玄珠，消食的一种。这种食物是有对妇人的大脑、性激素、尤其啊，对结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and that speaks slow, speaking fast. I can roast, I can gas, think I'm okay and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还是大嘴巴抽这土方法好使。我醒了，真的醒了。哎呦！啊！我这跟散了架子似的。哎，我是不是做了一梦啊？啊？做梦了啊？是不是梦见吃烤猪蹄来着？啊？烤猪蹄？那还剩好些呢。恶心死我了！哎，啊，我告诉你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跟我老实说，那玩意儿从哪儿来的？什么东西？不知道啊。他还是脑子不清楚，把你那玩意儿再给我使使。来，不，我又想起来了。这个，我不是上去烧那布偶吗？啊，我跟你说，我真是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爬上去。那布偶离近了看，真够吓人的。就我害怕，可是我当时我脑子啪，我一想，哎，你知道我想到谁了？我想到你们。万一我要真的出了事儿了，谁来保护你们？哎，我再想，我不就面对一个破人偶吗？我有什么可怕的呀？别给我废话，捡重点说。完了，我就心一横，眼一闭，我就把他给蹬上来了。蹬上来，我就发现他身上有这么一玩意儿。我说这什么呀？我当时想了，老胡你在龙里迷窟的时候，你拿着那蚊香玉的时候，你不闻了？我也闻了一下子，没味儿。
我就拿舌头舔了那么一下。哎呦，你别说，我这么一舔，我发现了，就这玉它绝对是块古玉，好东西。再说。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th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等回了北京，我召集大伙儿给他开一批斗大会啊！我这个金牙、文瞎子、老爷都找，好好给你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into mod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urt. 这是不是有草？这应该是储存尸油用的。是不是有点一下我就知道了。小心点啊！哎，老黄，你们过来看看。好像是扇门啊。
心。小心点。这个门要真没有锁，真不知道该怎么弄。哎，杨参谋，你们班是？怎么了这是？如果沐晨珠就在这扇门的后面，咱们进去之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还能不能活？杨参谋，你这是怎么了？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现在还有顾虑了？哎，你们族人找了多少年这种人，现在终于到门口了，还犹豫上了。放心，有我们俩在呢，不会有事的啊。珠子不在里，我们一直陪你找到为止，而且不会出问题。对，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们。杨参谋，您说这话就见外了啊！咱们现在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对吧？再说胖爷我自要是认准一人当兄弟，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而且有了你这事儿以后啊，我们俩还觉得挺诚实、挺好玩的。人就得快乐，多快乐一天赚一天。这笔托自得好好做着，赶紧的。谢王老头也够奢侈的啊！哎，屁大这个地儿，他还造了一桥，还。这应该是30桥，代表人的3生3世。在古代传说中，人死之后化心升天，便要先踏过这30桥。只有摆脱世俗的困扰，才能够脱胎换骨，遨游太虚，做一个神仙。这些名堂你是懂得真不少啊！看来这个县王老儿一心成仙啊，连这古墓的灵智都是按照道家成仙的风水格局制定的。如果没猜错的话，过了这30桥，就是地宫了。那咱就别慎着了，咱赶紧抄到老巢去吧。先走了，小心点啊！怎么了？高，实在是高。不是上9天揽月下5洋捉鳖的主吗？那不是上面有玉吗？哎，老胡，你慢点走，别晃啊！哎，我去，太高了，这地下。慢点儿。
小心啊！我身后，太高了，你慢点儿，慢点儿。这里怎么3口棺材？这还掉了一个，这什么路数啊？这棺材木料不错啊，这小伙子腿都不好使了。这棺材什么料？别乱跑！这口棺材没有走漆，从纹路的走向上来看，它的木质极为细。这是什么木头做的？印子木。这种植物在深山老林被阴冲，常年不见阳光，而且几百年年轮才会长一圈，是非常罕见的木料。印子木？我好像听陈瞎子说过。青铜果，印子棺，八字不硬，勿靠近。对，就这句话。青铜果，印子棺。我说我一进这儿，我就觉得这3口棺材透着个妖劲儿呢。怎么了？怕了？让他们怎么说话呢？胖爷，我什么时候怕过？啊？不怕你腿软什么呀？我那是恐高，那是生理反应，跟这不是一码事儿。哎，老胡，我可听说了啊，按市场上的行情，这棺材要真是印子木做的，那可比黄金做的可贵多了。黄金啊，10口黄金棺材也换不了这1口印子棺。有个名目，叫做印木断银8寸板。看看这棺材板，如果不是万年的印子木，怎么可能有这么厚的树芯？万年？就算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没混着这么个待遇，就是因为在汉代这玩意已经绝了。现今啊，没有人能找着这么厚的木材。哎，老胡啊，如果这棺材这么值钱的话，那我觉得献王的真身肯定就在这棺材里边。要我说，咱把这棺材跟献王一块带回去吧，是吧？这样的话2全其美啊！杨参谋，我发现有的人还真舍不得这批斗大会啊。没，我就开个玩笑，你当什么真呢？你胖子，你别品了。老胡，这3口棺材里面，哪个才是献王啊？剩下的这2具里面，到底都是谁啊？我现在也摸不着门道。青铜果在灵智中也属异类，一般大的罪人，或者得了传染重病的贵族，才会被铜果封死。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入殓之前出现尸变的迹象，为了防止尸体破棺而出，这个铜果下了9道重锁，应该就是为了防止尸变。至于这里边躺的是不是献王，我也捏不准。看来咱们还需要继续找找看。哎，老胡，你们过来看一下，这棺材明显比那俩棺材短1截儿。我琢磨着，这是不是献王的儿子呀？啊，还是一小少爷？
没念完初中就给他老爷子陪葬？不可能，虎都还不识字呢。我没听说过是用自己的子女做陪葬的。杨他们说的没错，这里边肯定不是什么王子王孙。之所以这个棺材这么短小，很有可能里边放的不是全尸。不是全尸？那怎么着？就跟冰箱里放猪肉似的，装一半留一半。时代不同，葬式也不同。春秋战国的时候，有种拼之葬，就是把不同的尸体拼在一块儿。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拼之葬的尸棺。看这上边，材质是一种罕见的粮食，性寒入冰。看来躺在里边的尸体，生前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既然到现在我们也无法确定哪个里面是现旺，不如3个都开了吧。大气。行，只能用排除法了。胖子，哎，把蜡烛点上，就从那口印子棺开始吧。得嘞。哎，老胡，以前都是你立即定位，今儿胖爷我给你露一手啊。24为剑，68为卒，左3右7，带9履1，左3右7。这个墓的东南角。应该就是这边。哎，你怎么知道的？对，这边，东南角，没错，就这边啊。你那个啥开搞好点了？热死，血已经止住了。我们这回出来，兄弟们死呢死，伤呢伤，就连组长也。要人的，我们就不该追进来。最惨的是，我们还被困在这里，人没得干的逃得出口。张老哥，我们干了活着出口呢？要是跟了他们3个外族人，我看哪个都难活。那你为什么要留下来？我是看到你留下来才留下来的。我留下来。是为了带你们发笔大财。啊，张老哥，你说清楚，发哪财？你晓得他们为什么要下水吗？不是说他们该找什么草药吗？这种话猎奇，他们下水。一定是因为水里面有传说的宝藏，他们3个就是贼，是想偷宝藏出来发财，所以才费尽心思来指点。不如我们借他们的手，拿到宝藏。我跟你们说，老胡。你说这3世桥代表献王的3生3世，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这3口棺材里装的都不是献王，而是他从其他古坟里挖出来的，被他认定为可以代表自己3生3世的尸骸？
这三口棺材并不是同一时期的，很有可能代表的是献王在人世间的三生三世。中国大家向来都有仙道化三生的传说，这前三生便是三遇，而且最终的死相都极惨，所以才用这么特殊的办法来装。要这么说的话，真正的献王并不在这三口棺材里，而是藏在这间墓室的什么地方。看来咱们还得继续找找看，有什么其他的暗格密道。胖子，哎，胖子，哎，什么声音？不知道，好像就这里有声，好像。你没乱动东西吧？你还别不长记性啊！这。胖子，哎，你刚才点了几支蜡烛？3根啊，开3口棺点3根蜡烛。看，后边也有。邪了门了，怎么多6根啊？这什么玩意儿？去看看，小心点。这什么玩意儿啊？啊，活的死的？这应该是黑鳞鲛人，都是死的，不用怕。黑鳞鲛人，传说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怪物聚集在深海，专门袭击往来的船只，遇害的人被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真没想到，居然真有这种生物。哎，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美人鱼呀？可这长得跟咱想象的差距有点大呀，这太磕碜了。哎，老胡，首都自然博物馆是不是缺这么一标本啊？没想到你这么有觉悟啊！居然会替国家着想，我觉得吧，你可以搬回去一个，送给自然博物馆，收着能混成奖状。啊，奖状就算了，我的意思是啊，搬俩回去，捐一个卖一个。哎，杨参长，那你说这献王为什么使它当灯用啊？黑鳞鲛人的油膏燃点很低，而且仅1滴就能燃烧数月，所以古代很多贵族会用它在墓里作为万年灯。可这灯什么时候点着的呢？我记得咱进来的时候没瞧见呀。这没什么奇怪的，咱们进来以后啊，改变了这里的空气环境，火融与空气既燃，所以啊，这些鬼火就突然亮了起来。说实话，你想害死咱们3个人？你要是拿了，就赶快交出来。是这样，我就看有这么个玩意儿，我就拿它看看。我没想顺它，真的。这什么？这是青铜镜，古代镇尸的法器。镇尸的？我没想到是，你找我就是让你放包里头，放回就没完了。把它放回去。
再点，这不是作弊了吗？都重要，顾不了那么多了。好，玩吧。大主，哎，怎么灭了？点了吗？点了。救命救命！看来里边这东西不是一般的厉害，要不然我再点。人点烛，鬼吹灯，堪舆倒斗，密兴风。今天正赶上黑猪渡河的天照，这献王墓里湿气冲天，这件实在是太邪了，大家一定要万分小心。